在著名的旅游胜地马尔代夫坐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闭上眼想象一下，你坐在监狱的窗边，欣赏着沙滩美景，几个穿着比基尼的性感小姐姐在你面前嬉戏，你和狱友们专心致志地看球，小日子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。然而这些都是白日做梦，虽然囚犯们距离沙滩美女只有6米的距离，可这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，足足6米厚的高墙将他们与沙滩阻挡。虽然能听到美女们的嬉戏声，却就是看不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桃 K 档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看似幸福，其实备受折磨的马夫市中央监狱。马夫市中央监狱位于马尔代夫南部的一个小岛上，马尔代夫的美景每年能吸引全球300多万游客前来度假，在外人看来，生活在这里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然而岛民却不知道珍惜，反而厌倦了每天看比基尼的乏味生活，寻求刺激沾染上了毒品。当地的岛民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瘾君子，而马夫市中央监狱的诞生就是为了教育这些毒虫。监狱内外的生活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，让他们真正的体验了一回什么叫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马夫市中央监狱一共关押了3500名囚犯，其中包括杀人犯、抢劫犯、走私犯和毒贩，他们大多都是瘾君子，犯罪的初衷也都和毒品有关。监狱所在的岛很小，只有3000名居民，其中有2000人靠渔业为生，而剩下的1000人则靠监狱为生。毕竟养活这么多囚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牢饭的制作、日用百货的配送等等，可以说监狱带动了小岛的经济，甚至监狱还开通了海上专线，用来运输新上岛的囚犯。为了能让这些新旧狱友都能安心坐牢，监狱在安防方面那是煞费苦心。监狱里有300个摄像头24小时监视，12座高塔里的狙击手随时等待射击，绵延不断的铁丝网让人望而生畏。就算你能顺利翻墙，那么想离开岛屿那几乎是天方夜谭。曾经一位不知死活的囚犯侥幸翻过围墙，并顺利跳进了海里，可差点累死也没能游出去，结果第2天早上就被拍在了监狱大门口，然后狱警便悠哉地把他抓了回去，顺便还赠送了好几年刑期。不过监狱也因为这次的越狱事件加强了管理，毕竟如果囚犯越狱后淹死了，也不好向上级交代。于是托越狱大哥的福，监狱从那以后就对囚犯采取了完全禁闭式的关押，很多囚犯从入狱后就没见过太阳，而他们所谓的每天2个小时的放风时间，其实就是狱警把门打开，囚犯在走廊里溜达，尽管他们与外面的沙滩只有1墙之隔，却只能听到声音而什么看不到，令他们备受煎熬。有位胡子哥因为不堪寂寞，放风的时候上别的牢房里聊闲，等他回来时候发现丢了2条红内裤，那可是他的命根啊！他愤怒地向狱警告状，当然狱警看见了也不会管，本来就已经够累了，哪有时间管丢内裤这种事。所以放风对于囚犯来说并不安全，很有可能出去一趟回来了家底都被掏空。除了平时24小时的监控，狱警也经常会进行突击检查。今天检查的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，这里一共10间牢房，每间牢房住着5名囚犯。打眼一看，似乎屋里的设施挺齐全，但其实除了床和马桶以外，其他物品都是囚犯自制或者打工挣钱买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帮囚犯还挺有创意，比如把剃须刀用牙膏盒固定到墙上，随用随取，避免混淆。再比如将米饭揉成浆糊，把绳索粘到墙上，当作晾衣架。狱警检查时，囚犯需要戴着手铐站在墙边安静等待。紧接着狱警会对牢房中所有的角落进行细致入微的搜查，包括厕所、柜子和床铺，就连囚犯精心制作的工艺品都得拆下来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狱警对藏匿毒品的行为零容忍，一旦发现，不仅当事人要被追加15年的刑期，就连同寝的狱友也要受到连坐的惩罚。囚犯们今天表现得还不错，狱警只找到了一片从剃须刀上拆下来的刀片，虽然不是什么重大违规，但这名囚犯依然得到了狱警的热情款待。对于囚犯来说，与吃饭相比，毫无防备的搜查根本不值一提。由于马尔代夫旅游业发达，手艺好的厨子一般都会在高档餐厅工作，这就导致监狱一直没有固定的厨师，每天吃饭就像开盲盒，很可能某天炒菜的连个厨子都不是。比如今天就是一个泰国人掌勺做了一顿咖喱，看着塑料桶干净又卫生的黄色固液混合物，这个小哥立马就饱了，于是他象征性的装了一碗米饭，挖了一小勺咖喱，狠心打开自己珍藏已久的罐头，才勉强结束这顿饭。对于小哥来说，这顿饭的成本太高，要知道在这一盒罐头就得10美元，相当于70元人民币，而他们每个月最多就能花130美元。可气的是，监狱连基本生活用品都不提供，只能花大价钱到小卖部采购。
可想在监狱赚钱却又非常苦难，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有赚钱的机会。监狱对可以工作的囚犯筛选条件十分严格，首先罪行不能与暴力相关，其次2年内不能有任何违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刚入狱的萌新想都别想。要知道监狱可是抠到连卫生纸都不会提供，在监狱一卷卫生纸至少5美元，所以你只能自己动手。马尔代夫没有重工业，囚犯能选择的工作只有花草种植和工艺品加工2个选项，每周工作5天，每天8个小时，工作很轻松，但收入也很低，每个月只能拿到600多美元的工资，相当于人民币4000多块钱。但也有一些手艺比较好的，比如玛莎拉就是监狱里的手工小天才，他做的木雕经常被当地人低价回收，然后高价卖给游客，所以他一个月能赚6000多块钱人民币。玛莎拉表示，发薪水的时候应该是他在监狱里最快乐的时刻了。其实除了囚犯，狱警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由于监狱所在的岛屿比较偏远，离主城区有30公里的距离，所以想回一趟家是难上加难。与主城区的热闹相比，监狱里可谓是一片荒凉，狱警只能挤在8人寝室。监狱长表示，之所以监狱啥也不提供，也是为了让囚犯们明白犯罪会失去原本的一切。马尔代夫是一个美好的国家，不应该被毒品玷污。他和同事们会坚守岗位。马尔代夫的监狱让我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地狱就在天堂隔壁，好好珍惜当下生活，千万别动歪心思。好了，关于本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，探索世界。